嗨，大家好，这里是阿 Y。这次比较特别，我想用 MG 百事 2.0 的机械透明套件进行加工，来模拟官方即将推出的机械核心电镀版本。会想要做这个主题呢，是因为万代在第63回静冈模型展会上公开，预计将于25年10月在各地钢弹基地贩售一款 MG 百事 2.0 的机械核心电镀版。这个版本采用了最新的机械核心电镀加工技术。简单说一下，机械核心电镀是指在透明零件的内侧进行真镀处理，使零件表面保有透明感的同时，强化内部结构的细节，营造出更强烈的机械感与高密度的完成度。这项技术目前只在 RG 莎萨比上使用过，是万代近年来针对透明零件开发的新型加工技术。因为那个百事真的太帅了，然后我灵光一想说，那个百事不是出过机械透明版吗？因此我想说，利用现在这款机械透明版本的模型来模拟这种效果。在零件内侧喷上金属漆，外层再罩一层透明漆，尝试还原这次即将推出的模型。我们先来开箱看看机械透明版的板件配置，虽然说做好就长得不一样了，但给对机械透明版有兴趣的朋友参考一下。全套跟普通版本一样，共有15片板件。简单来说，除了灰色板件以外，全部开成了透明色给你。透明零件的通透度非常好，我自己超级喜欢这种完全透明的质感。近年绝大多数透明版本模型，白色透明零件都会渗入半透明乳白色材质，这种处理我就不大喜欢，感觉真的超廉价，会让透明板件的意义大打折扣。经过与一般版本的 MG 百事进行比对，灰色板件的零件表现是完全一致的。光束军刀特效件跟原版一样使用透明黄色，虽然没有潜力啦，但如果这部分能用透明色来处理，我觉得整体搭配会更棒。除了板件之外，还附有3种贴纸。一张铝箔贴纸用来补色监视器部位，其实在原版模型中，监视器以及枪口瞄准器的部分都是开成了无色透明，所以需要这个贴纸进行补色。不过既然都要涂装了，我觉得背面银漆加上透明彩色的喷漆处理，我觉得会更棒。另一张贴纸是警示标语胶贴，这种胶贴又厚又难瞧，使用过的人应该都知道了，在意的人这边可以直接换成水贴。最后一张贴纸是刮贴，用于机体标示装饰。先给大家看一下完成后的呈现效果啦。我的制作工序是这样的，先用遮盖胶带覆盖零件的表面，再从内侧均匀喷上银色漆，银色漆干燥后上保护漆固定颜色，接着撕下胶带，再依色彩对整体零件喷涂一层彩色透明漆。这边透明漆的喷涂需要特别注意厚薄控制，喷得越厚颜色越浓，但会失去透明感，喷得太薄则可能会让颜色发不起来，要尽量避免颜色发射不一致，影响整体观感。官方之后推出的机械核心电镀版本，摆设蓝色、红色部分的外甲与动力管会使用10色零件，而机械透明版这边则是全透明零件。除了能够拿来模拟机械核心电镀风格外，也方便喜欢纯色造型的朋友另外进行涂装，灵活度比较高。当然啦，自己喷的金属漆不会像电镀这么闪亮，很难做到那种镜面反射感。当然，如果能使用电镀漆的朋友，还是能尝试看看。我尽可能的以我的条件呈现某种程度上的金属感，对有兴趣入手10月即将推出的机械核心电镀套件的朋友来说，或许能提供一点参考吧。接着来谈谈我对机械核心电镀这样加工方式的想法。这样的加工方式确实能让原本只是装位结构的部分转化为外甲视觉的一部分，提升整体造型的资讯量。万代在设计 MG 和 RG 的外甲时，的确会在看不见的背面加入少量结构细节。除此之外，大多内侧结构本质上还是设计用来组装至骨架上，而非为了呈现视觉效果。所以当这些原本应该被藏起来的装位以及组装结构被透明外甲露出来时，多少会让整体看起来显得有些凌乱，加上走线与配置缺乏逻辑性，也会稍微影响整体观感。接下来我们拿原版 MG 百事 2.0 来做比较。原版并不是那种亮面电镀处理，而是使用偏红色调的金色涂装，整体呈现出一种柔和但高质感的金色。而且以价格来说，12年推出的 HG 1:144 Delta 钢弹使用的是电镀工艺，那少少的板件售价就冲到了5720日元含税，而这套15年推出的 MG 百事 2.0 仅售价7480日元含税。这种喷镀金属色效果，在质感与价格来说，我自己认为完全大胜哦。
还有当这两只摆在一起时，有没有发现原版模型的外甲非常简洁且利落？也可以看出我刚刚提到的那些原本只是为了组装设计，但被透明外甲暴露出来用作细节展示的结构，看起来是不是多了几分突兀与凌乱呢？大家觉得呢？当我这支制作完成，开心拿给朋友看时，被朋友吐槽说：“你看他脚上怎么有张脸啊？”哇，我之后真的完全无法忽视那张画着眼线既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笑脸了。哦不要再对着我笑了。最后是关于购买选择的建议，目前3种版本售价依序为机械透明版5280日币含税，原版7480日币含税，最后则是机械核心电镀版17600日币含税。没错，你没听错，你不是在买成品玩具，你是在买模型。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机械核心电镀的质感，而且不在意零件露出的那些细节，那即使它要价新台币3500左右，比起自己加工，我觉得直接买是最理想的选择。如果你像我一样看上的是中间的价差，毕竟一只核心电镀的价格，透明版可以买3只还有找，听起来好像很划算，对不对？我这次加工漆料加本体扣一扣，跟核心电镀的价差大约落在8000日币左右，但每个外甲零件都要进行遮盖啊，那花费的工时与精神真的大到难以想象。Why are we still here? Just to suffer?真的推荐花钱消灾，当做附加工费吧。与其折磨自己，不如把时间拿去制作其他模型，或是把这只的骨架制作得更精致。而且加上现在百视 2.0 机械透明版缺货，还要特别去找不被吵架的管道来购买，不然这个价差只会更小，自行加工就显得更不划算了。另外，由于核心电镀版的定价偏高，我猜可能不会生产太大量。为了搭配销售策略，也许会同时补货机械透明版吧，进行高低价位搭配贩售。当然，这是我的猜测啦，但是值得等等看咯。当然，如果你不喜欢透明模型露出内部一堆结构，让整体显得很复杂混乱的设计，我强烈推荐直接选择原版套件哦。此外，同比例系列中百视系谱的其他选择，除了同套模具的百视改，我觉得很棒。还有一款是 Delta Plus，Delta Plus 是百视实现可变机的版本，在我心中算是百视的完成形态，但因为要兼顾变形设计，部分关节有点不够紧实，而且偏脆弱。但说到底，我最想等的还是 MG 的 Delta 钢弹啊，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啊？感谢收看这部影片，如果你也有感想或想法，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如果喜欢这支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支持我继续创作。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